在牛市的价格过分在乎合理价，其实不是一个合理的行为。很多机构的投资人他们是用叫做 MSTR BTC Spread 的操作，就是他们同时做多比特币以及做空 MSTR， 爆仓了10亿美元以上的资金。这个我找不到太多中文的消息。央行的 BTFP 计划真的正式结束了，有可能会让这些小的金融类股再度迎来去年3月崩盘的情况，导致带崩整个美股。这个《富爸爸穷爸爸》的作者他觉得美股要崩盘，史上最大泡沫要破裂，大家的解方是赶快买比特币啊！Hello， 大家好，脑哥，欢迎收看本周的币圈周报。币圈周报是每周一晚间7点上线，为加密货币投资人整理一周币圈焦点新闻的系列影片。我们有2个单元啊，上周焦点为您整理不容漏接的热点新闻，而在本周前端，我会分享加密货币投资人这个礼拜必须格外留意的日期、时间跟币种。那上一个礼拜呢，我们才突破前面的历史高点，涨破7万，最高到73000多美元。这个礼拜呢，就瞬间下杀，一度跌破了到67000美元左右。到底这个是比特币市场短期的泡沫即将戳破要大跌的前兆，还是说这个可能是我们在7万底下能够买到比特币的最后上车机会呢？我们废话不多说，就直接开始吧。第一个，我们看到比特币为什么跌破68000美元，市场参与者如何解读？作为一个在币圈市场已经投资了3年、4年左右的投资人我们已经看过太多的大涨大跌，那看过太多的假突破或者是假回调。那现在我看到一个大跌的时候，通常我会感到害怕或不会害怕，主要的一个分辨理由就是我能不能知道这一波下跌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说我今天找遍了各种资讯，然后我不知道说它跌的原因，那我可能就害怕，就可能说这可能就是要卖了，可能就是泡沫要毁了。或者是我知道这个原因，认为说这个是一个合理接下来持续下跌的理由，我才会害怕。但是很多时候，尤其是在牛市的期间，这些下跌，如果你能够找到背后的原因，说不定你反而会觉得这是一个健康的利好消息。这些商币的新闻比特币在15号的时候一度跌破68000美元，虽然说反弹涨到7万1之后，但随后急坠跌破67000美元关口，导致其他的山寨币也普遍下跌，在当天1天之内多单的爆仓金额就高达5亿美元。于是呢，他就整理了3个这个下跌的理由，其中第一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趣的这个 Mechanism Capital 的合伙人很有名的这个 Andrew Kang 指出这一波的下跌的原因是因为某一个基金在做 MSTR 跟 BTC 的价差交易上爆仓了10亿美元以上的资金，最终导致他们在收盘时选择平仓止损，进而导致 BTC 的下跌跟 MSTR 的溢价进一步飙升。这个非常有趣Andrew Kang 早在这个月稍早3月4号的时候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微策略的这个股票很多人在做空这档股票。微策略大家都知道，就是他们是全世界持有最多比特币的上市公司他们的创办人 Michael Saylor 也是被认为说是比特币最大的推广者，然后承诺说我会一直买在比特币高点的那个男人。但是随着比特币这几个月疯狂的上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去做空微策略的股票呢？这显然就不合理。他发现了这个数据他说 MSTR 微策略股票目前有30亿左右的这个 short interest。这边顺便补充一下，很多人会问我说平时我到底怎么学习币圈的东西？基本上就是看到这种我觉得很有趣的新闻，然后我看到一个不认识的词，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查，像 Investopedia 上面就有告诉你说 short interest 是什么原来呢它就代表说你的公司有多少的股票目前是在被做空的方式卖出，然后还没有还回来。做空的方式卖出就是所谓的融券嘛，就是我不看好你的公司股票，但我手上没有你的公司股票，所以我就在市场上借你的股票，然后来砸盘。如果说之后我看对了，你真的跌下去，我再还这个股票，我在中间就可以赚到一个获利，这个就是融券做空的一个逻辑嘛。所以 short interest 的意思就是说有多少人在做空 MSTR， 那这边大概有它的总共 float 的20%，也就是现在市场上交易的 MSTR 股票里面有20%是正在被做空那在这个比特币跟 MSTR 都在上涨的市场里面，它可以想象这个一大部分做空的逻辑是有很多很生气的传统金融的 baby boomers， 就是传统金融的老人，试图去把它的溢价空回它的合理价格。如果你去看 MSTR 这个股票的上涨就是这个 Reddit 上面的这个图要把它对标起来，这个橘
橘色的线是比特币的涨跌幅，那这个红绿的 K 棒是 MSTR 微策略的股价。那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们是概念股，所以他们的走势非常类似，是合理的。那你可以看到，在2021年的高点的时候，这个 MSTR 的溢价有点太高啊，后来就跌回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在2023的时候 ，MSTR 也是涨到了一个超过比特币这边有个溢价的情况存在。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很懂金融道理的传统金融穿着西装笔挺的投资人，很可能会认为说，在这边我一定可以把它空回它的合理价钱，对吧？于是就出现了20%的 MSTR 的股票是正在做空的情况。然后他发现有趣的事情是，这个 MSTR 的溢价从比特币 ETF 出现前有50%，到比特币 ETF 出现后只剩13%，以及到现在70%。这什么意思呢？其实你可以理解为 MSTR 作为比特币的概念股，有很多的机构他们本来就想投资比特币，但是在 ETF 出现之前，他买不了真正的比特币，他就只好去转这些概念股，所以他就买 MSTR。所以当时 MSTR 你可以看到差不多在这个位置。MSTR 溢价比特币是有到50%左右的一个程度，在比特币 ETF 通过之后呢，这个溢价程度就会下降。但有趣的是，现在这个溢价太高了，所以其实你认为说现在市场有点过分炒高微策略的股票，这个想法其实是合理的。但你也永远要记得，在牛市的价格过分在乎合理价，其实不是一个合理的行为。可以吗？就是它的合理价，我们确实知道微策略可能就是开了一个2倍杠杆的比特币，它的价格可能就应该是比特币乘以2，但是在牛市的时候，这个价格很有可能会长时间在比特币的乘以3或者乘以4，因为在这段时间市场的情绪就是会堆高那个价格的泡沫。当然，并不是代表说这个价格不会在未来回归合理价，只是你不知道这个溢价到底可以飙到哪里去。他这边就举一个例子啊，当时的 GME 价格的这个轧空行情啊，就 GME 这个股票本来就不应该涨那么高，所以所有的机构都在做空它，然后最后它就被散户的力量暴涨上去了。那 Andrew Kang 在3月初表达的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在提醒这些机构可能要小心，不要随便乱做空 MSTR。那这件事情的结果还真的就在这个礼拜发生了。很多机构的投资人他们是用很聪明的方式，叫做 MSTR BTC Spread 的操作，就是他们同时做多比特币以及做空 MSTR。这样子，如果整个市场一起往前，它不会亏损。如果说 MSTR 的价格如他所想，与比特币的合理价格要趋近的话，那他就可以赚到这个缩窄的空间的获利哦。所以他们做的是这样的方式，殊不知在这段时间 MSTR 不但没有下跌，它还是继续涨得越来越高，它跟比特币之间的 premium 就是那个溢价是继续越来越高，所以这些机构必须要及时止损。所以你可以想象，它原本是做多比特币做空 MSTR， 它的止损方式就是它必须要把比特币卖出，然后回补 MSTR。这就导致了你如果去看这几天，从3月15号左右开始的比特币价格是在下跌，但是应该是它的杠杆倍数的 MSTR 不但没有成倍的下跌，甚至价格是稳在历史高点。所以我觉得 Andrew Kang 在这边的分析可以说是不但是非常精准，甚至他在3月初就预言了这件事情有可能的发生哦。那他同时下的下一个预言是什么呢？这些获利呢都到我们尊敬的 Michael Saylor 的手上，而且呢他将会把这些钱再买回比特币。言下之意，他觉得到底应该是抄底，还是我们要恐慌卖出 BTC 呢？就交给大家自己判断了。那下一个这篇新闻发现的理由，还有这个链上巨鲸出货就是根据 Look on Chain 分析的资讯表示呢，在比特币下跌这段期间，有很多的钱包，有4637颗比特币从币安的交易所转进热钱包，然后他们认为说这个是链上巨鲸抛售，这个说法我是我看不懂了，就一般认为说，如果巨鲸要抛售比特币，可能是选择转进交易所。但这个是转出交易所，转到热钱包被认为是出货，我就比较没有理解到。但下面的这个呢，也很可能是一个很大的理由，就是美股的 PPI 超了预期。美国在3月14号公布了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这个年增率高达 1.6%。远超于经济学家预计的 1.1%， 这个数据让市场再度担心联总会延期降息的可能性，加上晶片股连续的下跌，美股连续的下跌，导致比特币币价被股市带着往下走。因为现在很多炒股的人也同时在炒币嘛，所以股市下跌的时候连带币价下跌，也是一个合理的推断。但我认为这个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是因为估计这个礼拜美股不会降息已经是板上钉钉，然后目前大部分人还是认为说6月份降息的几率是高的。如果说大家持续的倾向说6月可能也不会再降息，那对于整个美股跟风险市场可能会再进一步的下跌。但是我个人认为说，现在美股直接对比特币的影响应该还是会有，但是不至于要到2021年左右那个时期大家印象中的那么强烈了。因此呢，这个短线来说的这个8%、10%左右的下跌
跌，大致上还是因为美股的投资人，尤其是这一些做 MSCI 跟 BTC 对冲交易的投资人导致的结果，是我个人认为最大的原因啊。当然，这个短线的下跌原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也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区补充跟我们分享一下。前提是你觉得这个下跌真的有影响到你的心灵，因为像这边洞区的新闻就有专家提出，这个急崩7%是牛市的健康表现，而且甚至这个是山寨季节要来了。毕竟我们都知道，在牛市的时候下跌个20%、30%都是时有所见的事情。如果说今天只跌个7%、10%，你就觉得说啊，这可能是一个泡沫的开始。那你可能是一个没有经历过上一轮牛市的投资人，但是这不代表说泡沫是不可能出现的我们后面会真的提到说一个有可能会引起泡沫的很大的原因。记得往后看，我们先继续讲一下比特币总体的市场。这个 The Block 的这个网站也是我们用了很多次的就是它上面基本上讲了说比特币现货 ETF 的各种你会有兴趣的指标，包括上一次我们看的时候说 GBTC 的数量差不多已经是剩下几个人加起来的一半了。那这次我稍微数了一下，基本上 GBTC 已经是后面的第2到4名加起来的一半了。整个 GBTC 的卖压是大量的被稀释了，而且这个礼拜我发现一个更有趣的点是，如果你看这张图，这个是所有的机构持有的比特币的数量，你可以发现最下面这个灰度，它的确是慢慢的在下降，但是所有人的持仓是持续的在慢慢上升，而且有趣的是，这每一档比特币现货 ETF 里面只有一档。就是贝莱德，它上升速度是比所有人都快很多。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比特币 ETF 的流入跟流出中间这边是零轴嘛。一开始你会发现灰度的总流出量可以跟其他所有 ETF 的流入量相比，可是到最近呢，灰度的流出量甚至没有办法弥补这个深蓝色贝莱德自己一档的流入量。比方说3月10号这一天灰度的自己的流出量还不到8000万美元。但是贝莱德自己一天的流入量就已经高达8亿美元之多，所以原本大家担心的是灰度的砸盘，现在你要看的是贝莱德的买盘，已经是灰度的甚至可以10倍之多的夸张程度所以这个也像是很多的分析师说的，只要比特币现货 ETF 的流入量没有停止，那市场上涨的动能就依然会存在现在我们看到，比特币刚底落在5万美元 ，Galaxy Digital 创办人现货 ETF 资金推动 BTC 冲上10万，这个也是我们常常引用的一位机构大佬 Mike Novogratz 他也在上个礼拜表示了一样的观点而且他说，只要比特币现货 ETF 的净流入持续为正值，比特币价格不但会持续走高，预测还会到达10万美元，而且即使回调，底部也会在5万到55000美元附近。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所有分析师预测高点只会越来越高，而预测低点也只会越来越高你稍微回想一下，你有多久没有听到有人预测比特币会回调到17000、28000左右的价格？而这些人是在什么时候改变他们的主意呢？是因为他们终于意识到 SEC 在1月多批准的多档比特币现货 ETF 造成的流入量太多，还是他们发现到4年一次的减半行情即将到来，还是他们认为说，比特币只要刷新历史新高，他们看跌的心情就会消失呢？亦或者是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变成了币本位的思维，变成说你已经不在乎你的比特币到底值多少美元，你会开始数自己有多少比特币的数量，导致你根本就不会看比特币现在价格是涨到多少跌到多少，你只会记得1 BTC 永远等于1 BTC 的情况。但同时 Mike Novogratz 这边也提醒这个市场依然是会充满了泡沫，融资利率很高，所以你要准备好市场回调的准备。它往上看可以看到10万，但依然它往下看看到了5万，可能已经是有一些人认为说不可能跌到的一个价钱因为随着市场往上涨，原本非常的强烈看空的人会变成强烈的看涨，就认为说跌破7万已经不可能了，跌破6万8已经不可能的一个情绪。但是事实上，我们都还是要为自己做好准备说这个下跌有可能是在你没有预期的时候开始出现这个下跌为什么可能出现呢？美银的策略师这位 Harnett 就警告了，美股的7巨头跟加密货币的飙涨已经显示了市场的泡沫迹象。在14号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随着通膨重新加速，增长略显疲软，而风险资产却安然无恙，这个现象非常符合一种泡沫心态的征兆这位分析师认为，投资者正在抢跑美国联准会调降利率的决心，这助长了黄金跟加密货币的涨幅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而这反映了一种观点，就是美国的联准会正在失去信誉。失去什么信誉呢？就是他们似乎会在达到2%通膨目标之前就要调降利率，因为他们维持高利率是为了让通膨可以下降但是似乎现在所有人都预测说，联准会让通膨下降之前就会降息。
也就是通膨会继续的上升，让黄金跟加密货币这类硬通货可以上升的一个讯号。同时，这个分析师也表示，虽然这个泡沫不一定即将破裂，我觉得这个词翻得很好，它不一定即将破裂。大部分我们听到泡沫经济都是一个不好的词，好像是一个大跌的词。但是其实泡沫本身在堆起来的时候，价格是在往上的，泡沫的破裂才是大幅的下跌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很有可能是在堆起泡沫的一个阶段。如果你认为它即将破裂的话，那就即将暴跌；如果你认为它不一定即将破裂的话，其实它言下之意也是表示说，美国的经济很有可能现在是会大幅的上涨，但是最后你的软着陆会变成硬着陆，只是这个着陆的时间点是没有人能够预测的。那认为说现在是泡沫经济的人，不止这位分析师啊，这个《富爸爸穷爸爸》的作者 Robert Kiyosaki 啊，他也是这么认为。他说美股即将崩盘，但是他的观点跟前者有一点不同哦。他觉得美股要崩盘，史上最大泡沫要破裂，他觉得大家的解方是赶快买比特币啊。他说，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在2023年里面，因为急用钱而从他们的退休账户里面提前提款的人数已经创新高。美国家庭很可能会面临退休储蓄不足以支撑正常退休生活的困境，而婴儿潮世代即将在史上最严重的泡沫崩溃中被消灭。所以他的结论是，现在是要实事求是的时候了，在史上最大的泡沫破灭之前，购买实质资产，也就是黄金、白银、比特币，就他最喜欢的这些美国没有办法随便印出来的资产。那我们在这周周报标题以及一开始所提到的有可能的泡沫的原因，其实是这个我们从1月份就已经开始讲的央行的这个 BTFP。计划是否会在3月11、12号正式结束的事情，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它真的正式结束了。很有趣的事情是，这个东西我找不到太多中文的消息，所以我只能看这个英文的内容。但是现阶段也没有太多的额外分析。简单来说，复习一下。去年3月的时候，美国很多的小的银行准备破产，所以联准会跟美国的财政部就宣布了一个 BTFP 的短期融资计划去救他们。那今年的3月11号呢，它有可能会过期，大家就在思考说，这个会不会续约？继续发钱给这些小银行，或者是就是真的让它过期，不再继续发钱这些小银行。结论是他不再续约了。很多人就担心说，联准会跟财政部这个收回这个政策的事实，有可能会让这些小的金融类股再度迎来去年3月的一个崩盘的情况。导致带崩整个美国的金融股，甚至美股。你如果去看2023年的3月份的走势，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那既然没有其他的分析出来，我就只能从市场去简单的判读一下啊。这个是美国标普的小型金融类股的 ETF， 确实从3月11号市场确认说，联准会没有要继续发钱给这些小银行啊，美国小型金融类股的价格就是连续的下跌，到现在3天已经跌了3%左右。那这个是另一档贝莱德发行的美国区域银行，就也是小型金融产业的 ETF， 也是差不多在3月11号左右就开始往下走的一个态势啊。当然，我们都知道3月13号之后是整个美股的一起下杀，所以这一大段跌幅里面有一大部分是跟大盘一起走的，并不是小型金融股自己的风险导致。所以你要说这个前期几天的下跌似乎反映了这个黑天鹅真的会飞出来吗？也不见得啊。目前我们只能就是继续走，继续看。如果说这些小型金融类股突然在哪一天暴跌的话，比较有可能我们会听到一些传闻说啊，这个去年3月的小金融风暴要再出现一次了。但即使是那样子，我们其实也不太慌，因为去年的小金融风暴，我们都知道比特币是最大的受益者啊。大家发现说，哦，原来金融这么的脆弱，原来我们需要真正的硬通货比特币。那之所以这几周我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是因为我知道在去年3月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人在看我们的币圈周报。其实很多的新的观众，你是看到比特币涨到5万、6万、7万之后，才开始关注币圈的市场。好，我知道我们不可能花时间复习过去比特币历史上这个所有的东西。但是去年3月这个时间点，很有可能是我们现在应该参考的东西，所以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不厌其烦讲这件事情啦。因为原本提醒我这件事情的是 BitMEX 创办人 Arthur Hayes 但是这个礼拜他似乎没有特别在谈这件事情。我特别找了他的推特，结果他这个礼拜我看到他说的话只有牛市已经开始了，现在看到任何事情都请左转，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就往比特币市场走就好。他只说了这句话，然后。对我当然听很开心啊，但这个小型金融的危机的后续，他就没有继续写长文分析给我们听，蛮可惜的。但这也给了我另一个想法，就是如果你今天只看分析师讲了什么话，然后你就去判断的话，其实是对自己很不负责任的一个方式，因为你永远没有办法规定说这个分析师必须要在讲完这一次的预测之后。在之后要来回补现在的预测，比方说他觉得之后会涨，但他没有义务告诉你他什么时候觉得说他现在开始觉得不会涨，所以如果你是因为他的判断而买，你就会没有任何依从去卖，所以你可能就会买一个过山车这样跌下去，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发生。也许他有在哪边写只是我没有看到，所以有看到的朋友可以再来提醒我们一下。
好，下一个我们看到萨尔瓦多将5689枚比特币转入冷钱包，地址涌入捐款，稀有葱跟密码庞克的宣言。我们都知道，萨尔瓦多在2021年就已经正式将比特币纳入为法定货币，开启了全球潜力啊。他们当时下的这个政策的总统 Nayib Bukele 也在今年高票连任总统了，所以他的所有的比特币政策就继续的延续。包括开发钱包啦、比特币债券啊、投入比特币的入籍计划等等。那上个礼拜呢，他做了一件也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事情，重大到历史上没有办法发生这种事情，就是他们在公开的钱包地址上面呢放了他们的比特币。那当然，他们把冷钱包放在他们的国境内的实体金库啊。那这件事情为什么我说在历史上没有办法发生？因为在数位金融的时代，即使我现在打开我的手机 APP， 告诉我银行账号里面有多少钱。那些东西都是有可能被篡改的，有可能我用 PS， 我可能用截图，你没有办法查证。但是比特币的钱包地址是它没有办法用 PS 来告诉你说啊，我转入了钱，然后之后我转出，但是我不告诉你转出。一旦他想要去动用这一笔钱，市场一定会知道。相反，一旦他有加码，市场也会知道。这件事情对这个国家本身有没有好处，我是不知道，但是绝对是显示了说萨尔瓦多长期看好并且投入比特币的一个更重大的决心哦。任何人都可以跟你有决心说啊，我要长期持有某一档股票，然后结果你突然发现说，某一天发现说，他根本就没有持有这档股票，他没有告诉你他卖出，但这个就是他如果要卖出，大家一定会发现哦。而且我之所以选这个，我觉得最有趣的是Nayib Bukele 他是某一个国家的总统哦，他发文这句话的时候，最后补了一句说 "It's not much, but it's honest work." 如果你是有在看一些国外迷因或者华语的迷因，你可能也会看到，就是它是来自于这个图哦，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迷因的模板 "It ain't much, but it's honest work." 就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个迷因，总之它就是一个迷因文化的一个图。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这个感觉，这个就有点像他是一个总统，他在跟立法院咨询的时候，就是说啊，如果我们做某一件事情的话呢，我们就居思密达。就是如果现在一个国家的总统可以这么的有幽默感，当然在很多人眼里，他们会觉得说啊，你是一个贵为一国总统，你怎么可以这么的不正式，怎么可以这么不严肃呢？但看到我们这些年轻人或者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加密货币投资人心里，他是真的懂这个文化的人。所以我看了这个非常的兴奋，第一次讲这么没有意义的新闻花这么多时间，但我觉得非常值得。Shout out to Nayib Bukele， 我还特别查他几岁，他今年42岁，其实非常年轻42岁就成为这样子的一个很有手腕、很有魄力的总统，非常不容易。而且他也是一个商人开始的总统，就跟美国总统川普一样。非常有趣。现在我们看到炒股不如炒币，韩国的加密货币交易量直逼股票交易市场。我们上个礼拜也有一个韩国大妈的新闻呢，就是韩国溢价已经超过10%了。现在呢，韩国的加密货币交易量甚至都要逼近他们股票市场的总的证券交易量，所以韩国人真的是非常疯狂。现在我们看到 CoinDesk 的报道啊 ，MetaMask 携手 Mastercard 打造首张完全链上的加密货币支付卡。这个大家都用过的小狐狸啊 ，MetaMask 正在测试由加密支付公司 Banks 发行的 MetaMask 支付卡，而且这是一张首次完全基于区块链的卡片，用户可以借此无缝以加密货币支付，也就是说，我用区块链转账，他收到的就是加密货币，不需要在中间碰到银行啊，变成法币再给他。他们力求打造真正的去中心化而且易操作的 Web3 支付工具。像这类型的新闻一样，如果你是有追币圈周报很久，你会发现我们在熊市数不尽的这类新闻啊。那现在可能我们报道这样新闻比较少了，是因为我知道大家对币价的涨跌幅还是比较有兴趣，所以比较特别重要的这种基本面发展的新闻，我才会特别选进来。但你可以知道的一件事情是，这一群人他们并不是在牛市看到比特币涨了之后才决定说啊，那我要做一点加密货币的什么应用，这个应用那个应用。他们在熊市的时候就已经疯狂做这件事情了，只是现在牛市他们会浮出水面。他们浮出水面的同时，如果你看到泡沫往上堆，而基本面也往上涨，最后导致的就是持有比特币的投资人有更高的可能性能够获利了。不够人投资建议啊。现在我们看到 MakerDAO 即将在夏季启动终局计划的第一阶段，并推出2种新代币。MakerDAO 我们之前介绍过蛮多次了，重点是上个礼拜我们就有看到说，他的执行长公开的买了 MKR 的代币。当时我就想到，这个执行长自己买币，应该是他马上就知道说利好消息要出现了。果不其然啊，这个礼拜官方论坛就宣布了说，他们的终局计划 Endgame 即将在2024年的夏季启动他们的第一阶段，并且将会推出暂时命名为 New Stable 跟 New Gov Token 的新代币。那详细的资讯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这篇新闻以及MakerDAO 的原文。
如果你只好奇对 Maker 的币价有什么影响的话，我在去年年底就有一支影片讲了4个币，其中一个就是 Maker 的币，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再看一下。像我们看到高呼 Dogecoin 喷飞奔月。Elon Musk 说，特斯拉未来有可能会开放狗狗币买车。这个 Elon Musk 之前在这个我不知道是哪里啊，反正就有人在台下问他说，这个特斯拉有没有可能再开放用狗狗币买车呢？他的回答是这样的：When can you buy a Tesla with Dogecoin? Well, at some point, I think we should enable that. You can buy Tesla Mochi with Doge, which is cool. So Dogecoin to the moon. 有听到吗？他说 Dogecoin to the moon， 所以他真的讲了这一句话，然后狗狗币之后就暴涨。但你会发现说，最近真的是暴涨很多的都是迷因币啊。可是其实我们讲很少迷因币，就是因为我几乎都错过了啊，我不知道该投什么迷因币嘛，但也没有关系。我总感觉就是每一个人有自己的专长吧，就是有些人很擅长找一些新的币，那他们可能也同时擅长找到一些新的这个迷因币，然后他们就可以有机会赚到可能800倍、8000倍的收益，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它，然后我们就会羡慕。但是你要知道的是，这类的投资人，他们其实也是花了很多时间，他们可能布局了800个迷因币，终于有一档暴涨，那可能也是他总布局迷因币的部位里面的很小的一个部分。那如果你就认为说啊，早知道如果我当初 all in 这档币的话，我现在就翻身了，所以你开始准备找一个这种新兴赛道打算 all in 的身家，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一方面告诉大家，我们的这个马投顾又开始喊盘了。一方面也是提醒大家说，迷因币的投资虽然说它的获利可能非常的可观，但这个风险大家还是要注意的，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啊。好，本周前瞻的部分，如果你有订阅频道的话，你会发现说，在上一个礼拜，币安跟 OKX 都强势开挖了2个新的币。很可惜的是，这2个新币都是在上个礼拜公布，并且上个礼拜结束的。我们现在讲是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如果你觉得错过这个东西很可惜的话，记得你可以去追踪币安跟 OKX， 还有其他有可能会做 IEO 的大型交易所的他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是追踪我们的这个社群的文章哦。之前我们这个社群文章写得太慢，就被社群朋友骂啊，所以我最近几次都写的比较快，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都可以在第一天来得及投啊，很可惜，但是这个东西很可能还会继续有啦。那下一个就是这个礼拜有 East 台北即将到来了，这个在我们一般人都很适合参与的大会是在3月21到22号。那其中3月21号的早上10点有 Vitalik Buterin 的演讲，所以要追星的朋友可以把握这个时间点。那当然他们也有黑客松，这个22号到24号，这个是比较开发者的。那他们现场也都有很多的 side event 可以去领一些小奖品啊，或者是看一下说台湾在以太坊的发展的社群有哪一些有趣的项目可以去关注。那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抽出了2张免费票跟10张的6折票，我手上还有10张6折票，我打算就撒在我的社群里面了。从这个群组连接进来，我就会在今天晚上礼拜1晚上，我们就会在里面发，因为我想要让真正想要的人去抢，而不是说你就抽抽看，抽到了也不买，就比较可惜。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再来社群里面拿吧。好，大额解锁的部分，下个礼拜3这个游戏公会代币 YGG 有 5.44%高达1400万美元左右的大额解锁。那众所周知供给上升可能会让价格下降，或者是项目方可能会在解锁之前释出利好消息来拉盘所以持有游戏相关代币，尤其是 YGG 的朋友可能可以留意一下这个时间。那另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礼拜4台北时间的凌晨2点联总会会决定调整利率那因为目前的利率是 5.5%， 那目前大家的预测也是 5.5%， 大部分人是认为说这一次是不太有降息的可能性啦，所以预计不会有太大的变动。但同样的，在公布消息的那个时间段，可能市场还是会有提前的一些预期或者是抢跑。当下的波动可能会比较大，所以持有仓位的朋友在这个时间点要留意一下了。那另外呢，就这个礼拜6的下午2点，我的第1堂线下的公开课，练习生的这个比特币完全新手入门课，就会在北科大开课啦。那上个礼拜的周报我们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好像4个小时就直接报名满，所以很感谢大家的支持啦。那也希望有报名的朋友就是要来，因为很抢，你抢了那个位置之后，如果你没有来的话，其实蛮可惜的。那另外的话呢，就是因为这个报名实在满太快，所以我们就是决议说，我们可以再加开。我们会在3月28号场地应该会选一个很漂亮的场地，我们会再加开一堂一模一样的课。3月28号礼拜4的晚上时间，我们会加开这样的课。
以及3月30号礼拜六的下午2点啊，就是跟3月23号礼拜六的同一个时段，我们会开另一个新手的基础课。就是如果说23号是入门课的话，30号是一个基础课，也是我自己亲授。我会分享，如果你已经是一个我知道怎么买币，我知道怎么转账的投资人，用什么样的方法，你可以更简单，或者更适合你，更方便，或者更安心的获利。就是更投资的一门课啦。如果说这个礼拜六是一个基础入门，让你认识趋势，让教你买币的方法，下个礼拜六这堂课是更直接的，如何加密货币新手能够在这个市场更舒服的获利。然后一样是完全免费，并且应该你在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的网站已经可以开始报名了。欢迎大家从影片下面的说明栏以及置顶留言的连结，然后登录注册，然后可以报名这个课程。顺带提，这几场目前都在台北所以但我们之后会在台中跟高雄，就是台湾的各个县市，我们都会办当然，如果你很赶着想要学这些东西，我也是不反对。总之，我会到中南部去办，大家不用急着说，要搭个高铁上来台北参加这个课，没有那么严重，我会下去的，我会下去的。我觉得最后我们周报都有一个桥段，就是我们一起来回一下上个礼拜的周报的一些留言吧。详细回复请至片尾观看。好，以上就是本周的币圈周报。其实，在这次的下跌是一个新手们的第一次考验我觉得在去年11月到现在进场的新手朋友，应该都还没有感受过像这样子的连续几天的回调。其实也没有连续几天，说实话，如果接下来继续连续几天的话，一定会有一些新手被考验到。因为如果你一开始进来投资比特币的心情是哇，它就是连续几天都涨，我现在如果不买的话，它后面的涨我就赚不到了。一定有很多人这样的心情进来，那这样的心情也无可厚非。但问题就是你就会受到现在这一段的挑战。你是在这个时候赶快卖出，还是说在这个时候你一边继续的学习，一边去了解说它到底有没有下跌，一边去更加的知道说你到底持有比特币，你是为了接下来这个礼拜好像还会涨，还是说接下来这一年大概率会涨？你的目标是什么？最终就决定了说你可能在这个市场最后是一个获利出场，或者是很可惜的没有赚到钱的一个结局，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机而且我也可以承认的是，任何人其实在这段时间，即使是老投资人，在比特币下跌的时候，心态还是会有所波动的。也许他还是认为长期会涨，但是他常常就会觉得说，好像这个跌还没到底，好像这个跌还没到底，然后错过了真正适合抄底的时机。这件事情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测的，它依旧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永远你要保持一部分的现货的底仓，然后永远你要知道自己在买进跟卖出的纪律是什么。你可以依据价格作为你的纪律，你可以依据其他东西作为你的纪律，以及你要永远跟上现在这个市场在发生什么事情好，那以上就是这礼拜的币圈周报。如果这礼拜的影片对你有帮助，可以帮我按赞这个影片，分享给新的朋友。订阅我的频道，让娱乐人好，找我们讲看加密货币的内容，所以比特币就会涨。有任何问题都会在底下留言区留言我。那当然，我是脑哥，我们下一期再见 ，peace。好，这个是3月11号，看一下这个时间去估它的顶根本是傻瓜，认同打认同。越看越觉得脑哥不只单单做一个资讯分享这么简单的事，没错，我是在传教。166 BNB 就是我重仓 BNB 啦，对。如果说166 BNB 没有很多，是不是会有点嚣张？我重仓 BNB。课程会上载吗？我们之后会有线上课程，但是线下课程是不会上载的。我的椅子是什么型号？这个是 IKEA 3000块一张的，新加坡，我可能下半年有机会去吧，如果上半年在台湾的反应好的话。然后 LINE 平台很难下载，我们的网页之后就会有客服可以问，不好意思，就是我们还在开发中，今年讲到10万，我觉得很难，我觉得可以。不够的投资建议交易一直失败，想问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可能要用别的卡试试看，就是你换张卡试试看，因为我没有遇过这种情况，你可能换张卡试试看。邀到 V 神上课，我应该是没那么大本事。519砸盘当时519是因为中国大陆当天下了一个禁令啦，只是我影片里面提到的下跌是其实从4月份开始就有一大段下跌，那519是跌到底部的那一次的日子傻龙币赚钱了，但我卖了。你的傻龙币还在吗？赚钱了，但我卖了，就是因为我卖，你们才能赚钱千万别卖，行情才刚开始。这个 Satoshi 的头像告诉我们了，牛顶是8万，大概是这样。好，反正就是简单回一下。如果你想投资加密货币却还没有账号，可以使用底下的币安连结注册。币安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用底下的连结还可以享有交易手续费20%的返现。如果你想要量化交易、聪明投资，可以使用底下的派网连结。派网是币圈知名的量化投资交易所，一样使用推荐连结可以享有